不就能说，明明是短短3年的故事，对 HTC 来说却浓缩成了一辈子。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老鸡帮您新开第2集来了。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8年前 HTC 力挽狂澜的故事吧。这个故事要从2013推出大获成功的 New HTC One 说起。随着 New HTC One 内部代号 M7 一整面的金属后盖在外观设计上惊艳众人之后， HTC 新世代的外观设计走向有了清晰的轮廓。接着2014推出的 HTC One 更是乘胜追击，更成熟的制造工艺也让 HTC 在那个时代的颜值迎来了新的巅峰。看看隔壁棚的 S5 还在坚守塑胶材料，不难想象 M8 一体成型的全金属机身不需要等到2023，在当时就知道 M8 一定是个经典。美好的2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2015，我手上的2只呢，分别是 HTC One M9 Plus 以及 HTC One M9 Plus 极光版。2只手机都是2015年所推出的作品，一只是2015 4月推出，一只是2015 9月推出。你应该留意到了，这只手机不是叫做 M9 Plus 吗？那依照套路，有 M9 Plus， 那应该就有 M9 对吧？没错，那个消失的 M9 就是 HTC 力挽狂澜的开始。还是回到2013年 ，New HTC One 也就是 M7， 在产品特点上可以说是 HTC 蛮完整的作品。虽然还不到力挽狂澜，但 HTC 对这只手机绝对是寄予厚望。撇开初期 Ultra Pixel 的种种小问题，像是初期有着感光元件的紫边问题，还有紧急更换的供应组件，在行很快就获得了控制。又或者是 HTC 需要花更多的力气跟用户沟通 Ultra Pixel， 沟通什么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那句话是这么说的：画素不等于画质，说的就是 HTC 当年采用的 Ultra Pixel 相机。What really matters for image quality is not pixel count, but pixel size. 虽然只有400万画素，但也造就了每个像素点都拥有了充足的进光量，让夜间的细节保留更加优势。的确，在那个时代 ，HTC 有足够的市场话语权去沟通这种很反逻辑的技术问题。而 M7 最大的亮点还是机身设计，在全金属的美背下，质感绝对是惊艳的。但别开心的太早，这个惊艳的外观设计，同时也是 M7 最大的问题。HTC 为了达成 New One 上面类似这种一体成型的质感，受限于当年的工艺，还无法完整的加工一整块的金属，所以 New One 实际上是3明式的结构，前面是金属的喇叭贴片，中间是塑胶的中框，背后则是金属的背盖，接着透过特殊的胶水把它们粘在一起。而就是这个复杂的机身设计，让 HTC 遇到了最大的麻烦，也就是 New One 再好，但根本无法顺利生产，一直处于供货不顺的状态。New One 有多难修？当年 iFixit 在维修难度中直接给出了1分的成绩，基本上就是装上了别想拆开来，拆开来别想要轻易装回去。而耐用性呢？我们来看这些手机在10年后的状态，后盖都没有分离，但是喇叭的金属贴片多少都有些松开，毕竟是透过粘胶把不同的材质粘在一起，所以还是有所难度。所以呢 ，HTC 2013的产品状况其实不差，但就是供货不顺。在2014年推出的 M8，HTC 首要的任务当然就是解决这个制造上的难点。终于，一体成型的工艺迈向了成熟。我们手上这些一体成型加工出来的 M8 后盖真的很漂亮。而 HTC 究竟解决组装问题了没有？有。虽然组装和维修还是有点复杂，但相较起 M7 已经简单了很多。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细节，我们有单独做过 M8 的拆解节目，欢迎去看看。甚至 HTC 在这次 M8 的上市初期就不断打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世代的供货会顺利很多，甚至还找来大家都知道的钢铁人小萝卜道尼继续代言 M8， 亚洲区也持续由5月天代言。
但实际上受益于全球热卖 ，M8 的供货虽然有所改善，但量依旧是无法冲起来。好，前情提要完成了，终于要来讲今天的故事了。就在 M7、M8 两代旗舰实际销量不如预期的前提下，我觉得对 HTC 来说，这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再看看从1300到140左右的股价，绝对有背水一战、力挽狂澜的压力存在。就在2015年3月 ，HTC 推出了 HTC One M9。先看基本规格 ，HTC 大家喜欢的特色全部保留了下来，一块 Super LCD 的好萤幕，好用干净的 Sense 操作系统，2个前置喇叭，红外线感测器，一改400万 Ultra Pixel， 甚至换上了2000万画素的 BSI CMOS 相机，再搭上当年最新的 Snapdragon 810，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错，问题可大了。当时大家还不知道810可是个狠角色。At the heart of this meticulously crafted phone is the Snapdragon 810, the latest and most powerful processor on the market. 火龙这个词就是从810开始的，首度在各家旗舰隆重登场。当年其实有很多好手机都用上了810，像是我很喜欢的 Sony Z5 Compact 也是810，Z5 本人甚至用上了热导管，想要压住这条火龙。而 M9 也是810这波受灾户之一。虽然后续高通不断尝试跟大家沟通，810本身并没有过热问题，但也不足以挽回810这个世代的整体口碑。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条火龙终究没有被驯服，而三星则是避开了这条火龙，采用自家的 Exynos 弃用810。S6 搭上新世代的设计 IDE， 在全球口碑可说是较好有涨座。所以说回来 ，HTC 力挽狂澜的计划好像又失败了，对吧？于是1个半月之后 ，HTC 再次带着力挽狂澜的 HTC One M9 Plus 登场了。3个最大的改变：第一 ，2K 萤幕终于在 M9 Plus 上正式登场；第二 ，HTC 加上了久等的指纹辨识器。并且一碰就能解锁，辨识率和速度完全可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HTC 把处理器从高通的旗舰 SoC Snapdragon 810换成了联发科的中阶处理器 Helios X10。虽然说要避开810，选择当年的发哥的确是不得不，甚至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但说到当年的发哥，跟现在猛到天际的天机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理性来说，Helio X10 无论从架构、制程来看，绝对不是旗舰，甚至同期的三星 Exynos 7420已经进入了14奈米 ，Helio X10 还是28奈米，架构也没有跟上新的 A53、A57 这种新世代的大小核结构。顺带一提，高通 S810 用的是台积电的20奈米，也就是这代810让台积电在当时出现了漏机电、台漏电的昵称。也是经过了不断进化，台积电才成为了现在的护国神山。而 Exynos 7420则是跟上了新架构、新制程，整体表现还算稳。话说，当年三星的 Exynos 其实是真的蛮强的。更有趣的是 ，M9 Plus 当年的开价是23900元，而发哥的这颗 Helio X10 再过一阵子就会在一只叫做红米 Note 2的手机上出现。中国版最便宜的版本是不到799人民币。台版也就是4999的手机上面，但是说真的 ，M9 Plus 整体的系统体验并没有真的卡到完全不能用的程度，只能说 HTC 的工程师在很有限的系统资源中，尽量把 Sense 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甚至在2023的今天，还是可以顺利的完成简单的浏览。各位当年在 HTC 的工程师真的辛苦了。好啦，说回来 ，M9 Plus 没有采用旗舰处理器。科技圈有4个字可以形容这个状况，叫做理解万岁。那其他的地方呢 ？HTC 在 M9 Plus 正式带来了 2K QHD 解析度的 Super LCD 3萤幕。在大家敲碗许久之后 ，HTC 终于在 M9 Plus 上带来了 2K 解析度的萤幕。从2023回去看，就会觉得很好玩。2015的你，是不是觉得2023的大家应该至少用着 4K 解析度的手机萤幕了呢？没有，很多还是 Full HD， 甚至不是 2K。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这块萤幕在8年之后已经有明显变黄的状况。
并且我手上有3片 M9 Plus 的萤幕都一样集体变黄。我们也简单测一下亮度，你们也猜猜当年旗舰 LCD 的亮度可以达到多少尼特呢？3、2、1，大约是400尼特左右。但现在的亮就是仅供参考而已，毕竟这么多年背光灯条的亮度肯定是有衰减的。哦对，你还记得 HTC 的4下8故事吗？当年的 HTC 旗舰从 M8 开始就拿到 M7 这个实体触碰按键的设计，变成真正的虚拟按键。而也因为如此，加上喇叭、logo bar、导览列，甚至有些 App 底部还有选单列，这就是当年被大家常笑的 HTC 的4下8设计。尤其是下面这个海苔条，除了占空间还是占空间。虽然 HTC 后期有更新一个可以隐藏虚拟按键的设计，但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方就是和 Android 12一样，达到成熟的全萤幕手势。那你看，我手上的这台 M8 刷上 Android 12，用上了全萤幕手势，整个就是大解放。对，还是有人继续维护 M8 的 ROM， 我也刷上 Android 12一阵子了，感谢大神们的努力。其实我觉得 M7 上的导览列真的是最平衡好看的摆法，尤其以后来的技术来看，要在 HTC 这个 logo 下面加上指纹辨识，也完全不是难事啦。但是真的有点可惜 ，HTC 没有撑下来。那一直困扰 HTC 的制程呢 ？Android Plus 有改善吗？这就不用嘴巴说了，我们直接拆开来看，不就知道了吗？相较起 M7、M8、M9， 真的就是最好拆的 HTC 旗舰，没有之一。非常简单，移除机身顶部的盖板，接着松开2颗螺丝，最后轻轻的分离背盖，完成，就是这么简单。这绝对是我们近期拆过最好拆的机器了。背盖和萤幕框架完全是透过卡扣组合在一起，这也意味着 M9 Plus 很难做到紧密，甚至基本上没有抵御进水入尘的能力。不过从这里也可以明显看到 ，HTC 吃了2年在组装上的亏，在 M9 上真的再也没有出错的空间了。最后，我想花一些时间来说相机。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 M9 Plus 好像还不错啊？至少是一支整体体验还在水准之上的手机吧。照我们所知道的结局来看，现在不出意外的话，也差不多该出意外了。HTC 在 M9 Plus 上用上了一颗由 Toshiba 供应的2.4寸20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以及200万的景深镜头，看起来是相当合理的配置，规格也算漂亮。虽然放弃了 Ultra Pixel 像素不等于画质的标语，但至少感光元件尺寸也很漂亮。不过实际上，换上了新感光元件的 M9 Plus 遇到了蛮多问题，像是白平衡不准、对焦慢、夜间拍照油画感很重，甚至在一般光源下对焦就不断拉风箱，也就是像画面上这样子，感觉快要对到焦，骗你的，我再对一次。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延续到我们2023年我们手上这些机器。虽然说光线充足的前提下 ，M9 Plus 整体的拍照体验是不差，但对比同时期的其他旗舰 ，HTC 的相机应该可以更好。于是 HTC 最后一次力挽狂澜，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知道我说了很多力挽狂澜，可是以历史脉络来看，也真的是如此。这次 HTC 带着力挽狂澜的 HTC One N9 Plus 极光版，全名 HTC One N9 Plus 光学防手震极速对焦版回到市场，还是 Helio X10， 还是很细腻的2K 萤幕。主要的改变就是把那颗有点灾情的镜头换掉，这次换成了 Sony 供应的 IMX230 感光元件 f2.2 21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从样张上可以简单的看到 N9 Plus 极光版是比 N9 Plus 更广的，在建筑特殊构图的张力上也会更足。此外 N9 Plus 极光版的重点就是2个，第一，加入 OIS 光学防手震， OIS 就是镜组会跟着抖动的反方向进行修正，你往下它就往上，如此一来削减手震，也就可以延长夜间拍摄的秒数，让进光量更充足，保留更多的画面细节，是想要做好夜拍必备的硬体。即使到了2023年，有没有 OIS 差异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 M9 Plus 极光版在低光场景拍摄的时候，会更积极的延长截取秒数，在最终的成像细节上也会来得更好。第二 ，M9 Plus 移除了景深镜头，换上了雷射对焦镜头，进一步强化静物的快速对焦能力。我们这边也看一些样张。
很可惜的是，通常这个环节我们就是会以同品牌2023的新机来对比，但 HTC 大家也知道，所以我们这边就拿出血缘比较亲的 Pixel 7 Pro 好兄弟来对比吧。日拍其实2015的相机已经也有一定的水准了，除了 HDR 算法、细节这种一定会有差异的地方，我觉得2022的手机将要比2015明显更好的地方其实是体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那个自动曝光、HDR 合成还很初期的年代，你必须一直在画面上点亮的地方让它没有这么爆，点暗的地方让它亮一点。但是2022的新机已经很少这些操作了，无论是对焦、自动曝光，你应该都很少去点萤幕，就是按下快门就完成啦。而这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其实是许多年累积下来的 ISP、AI 算法、HDR 算法、感光元件本身的硬体素质、宽容度全面的提升才能够完成的操作。尤其是录影 M9 系列最大的提升就是换上了高画素感光元件，终于可以支援 4K 录影了。我们这边提供一组对比。虽然都是 4K，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从画面上看到。我们先看车流 ，Pixel 7 Pro 上了 4K 60 FPS， 明显更加流畅了。M9 Plus 甚至为了保证进光量，都有细微的长曝拖影产生了。而天空存在噪点，意料之内。但我觉得2022的手机跟2015差异最大的地方，反而是当你在移动镜头的时候，定着问题不大，但是当你开始移动镜头，你就会发现，当年无论是录影算法、OIS 光学防守阵的硬体，每一帧的品质都还跟不上，只要稍微有移动就会糊成一片。我觉得这些体验就是永远不会体现在规格表上的，只有你亲身用过，你才会觉得科技探索的果实有多么美好。也是这么多年过去，4K 录影才从一开始的支援慢慢变得可用，甚至好用。好啦 ，HTC One M9 Plus 跟 M9 Plus 极光版的故事差不多就说到这里了。2013年 ，HTC 带来了令人惊艳的 New HTC One。2014，他们再次带来了更完整、成熟的 HTC One。2013、2014，你绝对不会把力挽狂澜跟 HTC 联想在一起，但是接连2代叫好，却在销售上失利后 ，M9 绝对是 HTC 力挽狂澜的首部曲。2015，他们首先带来了 HTC One M9， 原本是个冲刺的好时机，但是遇上了810的火龙之乱。接着，力挽狂澜的第2章 M9 Plus 来了，你可以明显感受到，这是一只满满将就，但却又不得不这么做的手机，真的很不 HTC 啊！你很难想象，做出 M7、M8 的 HTC 会在 M9 Plus 上用上 Helio X10， 甚至把指纹辨识器有点粗暴的放在这个位置。我认为 HTC 力挽狂澜的最终章就是 M9 Plus 极光版，而这个声嘶力竭的呐喊，终究无法挽回这3代经典的口碑。看到这里，我只能说，明明是短短3年的故事，对 HTC 来说却浓缩成了一辈子。HTC 在产品本身没有做太多致命的错误决策，调整和布局也非常迅速。我觉得还是当时的全球政策以及市场重心的偏离，最终缓慢的在3代旗舰之间拖垮了 HTC 的销售策略。虽然说这些都是后话了，但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想要对 HTC 的历史做出什么改变？或许 U 系列不曾出现，现在在我们手上的会是 M17， 刚刚搭载的 A Gen 2即将在全球开卖呢。老实说，我们非常怀念那个有 HTC 推出旗舰的日子，期待有一天还能继续看到曾经带着许多工程师一起发光发热的 HTC， 再次让我们把惊艳2个字冠在他们的作品上吧。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重点，你有什么看法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有愿意割爱的经典手机，也愿意分享给大家看到开箱欢迎联络我们，万分感谢。我是驴子，我们下次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